苏姨娘要生了，稳婆呢？稳婆快进去，父亲多备些，快让开让开，快快用力！苏姨娘用力，就快出来了，快撑住！要被拿过来！苏姨娘用力！只要能生下来，她就是将军唯一的孩子，母凭子贵，你后半生就能安稳度日了。生了，苏姨娘生了，是个男孩。不错，爹姐，让我看一眼孩子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就是我的孩子。苏青青，你没用了。为什么？你分明说过，只要我入府做妾，事事以你为先，便能保我一世安乐无忧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我是苏家嫡女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没人敢碰我的东西，更别提拱手相让了。要不是我生不出孩子，怎么可能让你入府，平分将军的宠爱？来人，把他活埋了，对外宣称苏姨娘生产时大出血，轰了！不要！我的孩子！苏曼丽，若有来生。二小姐，该上轿子了。我重生了。大小姐说，让二小姐一身鲜亮的入府，体体面面，谁还敢说二小姐的身份低微？大小姐人真好，这都是顶好的料子。是吗？这是在借着桃红色警告我一日为妾，终身为奴。不会吧？桃红，将娘亲缝制10年的嫁衣拿过来。二小姐，您是做妾陪嫁，穿得这么鲜艳，会不会不太好？大小姐可不是好惹的。怕什么？如今是嫡姐有求于我，她对我再不满，也只会咬碎牙齿和血吞。她是不是疯了？一个陪嫁的妾还敢穿红色，让她脱掉，快点！今儿是你大婚的日子，怎么一点喜气都没有？娘亲，都怪你出的馊主意。让苏青青做妾与我一同嫁进将军府，你看她如今多嚣张！你自个儿的身体自个儿不清楚吗？你生不了孩子，苏青青能生，到时候去母留子，你不痛不痒，白得一个苏家的血脉，稳固在将军府的地位。可是，放心，你是正妻，这将军府里没人能大过你。苏青青穿红夏衣，只为争一时之快。简直是脑子蠢笨，不足为惧。也是，将军重礼具，定会重重惩罚的。新娘子上轿。桃红，走城外那条路。二小姐，那条路远，咱们还是跟大小姐一起走近路吧。就走后山，我自有安排。嫡姐，这一世该换我前程似锦。新娘到，迎入府。
怎么会那么倒霉？路遇山石拦路，误了吉时。仪式怎么就结束了？我家小姐还没嫁呢。是今天陪嫁过来的姨娘吗？妾得走小门。安静点儿，将军和夫人已经安置了。你不是苏曼丽。妾身是苏家二小姐苏青青，随姐一同入府做妾。既然是妾，怎么穿上红嫁衣？你知道你犯的是欺上瞒下的罪吗？将军说笑了，我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庶女，哪有本事代替嫡姐拜堂？一切只是巧合。哦，可我怎么觉得你是算准了时机？将军，打听到了，苏夫人的轿子被困在山路上，刚刚才获救。将军，我连苏家的安排都不敢不从，怎么会有操控巨石的本事呢？是我误会你了。那我们扯平了。将军误会我是心机城府之人，而我入府为妾另有目的。扯平了。什么目的？青青十分喜欢将军。世上女子都爱拿娇，即使爱，10分也只说3分。你倒是与众不同。成何体统？新娘子还没到，仪式就结束了，还不把正门打开？将军夫人要进去。大门已落锁，将军有令，不经请示，不得擅自开锁。烦请夫人走小门。我可是堂堂将军夫人，你让我走小门？新娘过门跨火焰，明年添财又添丁。我又生不出孩子，天什么地？苏青青，叶风凉，怎么出来了？将军府景色甚美，一时没察觉就走到这里了。慌什么？丁点小事也吓成这样，还不赶紧带夫人去换衣服？奴婢遵命。将军，今日是我和你的新婚之夜，于情于理，你得先来我房间。误了吉时，又遇巨石拦路，一个火盆都驱不散你身上的晦气，还是改日再说吧。苏曼丽，来日方长，你珍惜的东西，我要一样一样夺走。奇耻大辱！今天是我大婚，却是苏青青先侍的妾。夫人，往好处想，说不定苏姨娘能一举得子，夫人后半生也有了希望。可我怎么感觉事情不会如我们想象般那么顺利？夫人是怕姨娘一朝得势，忘了本分。这好办，每逢月初，姨娘都会来给夫人请安，咱
咱们趁机敲打敲打他。就按你说的办。大小姐在你之后圆房记恨了1个多月，今天肯定会找你麻烦。芊芊给几位姐姐请安，快起来吧。林如素，吃斋念佛，人淡如菊。虽然年纪稍大，却是陪伴将军最久的青梅竹马，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难怪搔首弄姿一下就勾得将军留在他房里。富商独女备受宠爱，皇家承包了打仗要用的粮草军火。再怎么貌美，也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庶出。姐姐，你说是吧？张小小，县令女儿，左右摇摆的墙头草，不足挂齿。这些人用得好，就是最趁手的刀。怎么不说话呀？庶出就是庶出，连基本的规矩都不懂。依我看，得把他送到教养嬷嬷那儿，和刚入府的下人一起好好调教才是。你笑什么？左一个庶出，右一个下人，我还以为面前坐着的是3个夫人。胡说八道！这里只有1个夫人，那就是苏夫人。姐姐，我们可没有越俎代庖的想法。既然都是姨娘，你们的孩子也是庶出。你们骂庶女，难道不是连自己的孩子都看不起？苏青青，嫡姐别着急啊，您生下的孩子是嫡子，将来又会是将军。咱们这帮姨娘生的孩子，连给你们母子垫背都不配。只要是女人，便不可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出身不如人。苏曼离这种没生过孩子的女人是不会懂的。瞧这话说的，苏夫人是正妻典范，怎么可能将我们的孩子弃之于不顾？还把我弄到将军府这么个好地方来了，确实是典范。这个苏青青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难产，夫人不到万无一失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娘娘姐，楠楠、北北，你们怎么跑过来了？竟然是将军的庶长子霍南和庶长女霍北。这里不是你们待的地方，快回去。如果记得没错，这对龙凤胎今天便会掉入井中丧命。林姨娘悲伤过度发了疯，从此将军后宅苏曼丽一人独大。林姨娘，无端端把孩子带来做什么？难不成是在提醒我，将军的第1个孩子是从你肚子里出来？妾身并无此意，娘亲正忙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我不要。得意个什么啊？有孩子算什么？得孩子平安长大了才算了不起。是啊，只要我能改变龙凤胎死亡的结局，这3人便是最锋利的刀。不如我带孩子出去吧，想吃吗？哇，姐姐你好漂亮！那想不想和漂亮姐姐一起去花园玩呢？想。装模作样。谢谢你啊，苏姨娘，不客气的，我也很喜欢孩子。待在屋子里困乏，走吧，咱们也去花园坐坐。只能在我眼皮子底下玩，切记，绝对不能去水井那边。知道啦。我的孩子长大后，应该也是这般无忧无愁的模样，也不知道他如今在哪儿。今生还愿不愿意做我的孩子？姨娘为什么哭？我没事，快去玩吧。刚刚苏姨娘好伤心，不如咱们给她摘一束漂亮的花吧。好啊。姐姐，这是我家乡寄来的梨膏，可香甜了，您尝尝。天哪！我去给姐姐找一张干净的帕子来。夫人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肯定是林姨娘的授意，想让夫人颜面尽失。想吃吗？吃啊，怎么不吃？嘴那么馋就多吃点儿。起来，
没教养的玩意儿！死了！夫人，趁没有人看见，咱们快走！把他给我抓住！苏姨娘！这是霍北的声音。夫人，人抓回来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把他嘴里的糕点抠干净，2个一起丢进井里。是。霍南，霍北，该不会跑到水井那边了吧？愣着干嘛？还不快丢！别被人看到！原来当年的事故不是意外，是敌情，害死这2个孩子！来人啊，快救人！发生了什么？过去看看。竟然被2小姐看到，怕什么？这么深的井，等人下去后，孩子都凉透了，死无对证，岂不是任由我们编造？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死的，绝对不会！希望不要有用到你们的一天。霍南、霍北，你们醒醒！大夫，快传大夫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你们起来看看娘亲！谁这么大胆，竟然对将军的庶长子出手，不要命了！我知道是谁，狄姐，稚子无辜，你怎么能对孩子下手？这一巴掌是给霍南霍北，这一巴掌是给我的孩子的，这一巴掌是你欠我的！苏姐姐，你疯了吗？我是朝廷命1等公爵的诰命夫人，什么命夫，什么夫人，在我面前的只是一个狼心狗肺，连质子都不放过的毒妇。青青，我知道你恨我出身高贵，永远压你一头，但你也不能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！是啊，刚刚夫人一直与张姨娘待在一起，她可以作证。我刚刚一直与夫人待在一起，没瞧见她害人。你们1个2个内勾外连，满口谎言，满口谎言的人是你。你说你看见我杀人了，人证呢？物证呢？空口无凭就污蔑主母，罪该万死！你想要人证物证，我便如你的意。好啊，只要你能拿出证据，我和我的人任由你处置。拿不出，这4个巴掌我要千百倍奉还。小姐，东西送到了，快拿过来。这是南洋的醒水药，是船夫溺水时用来保命的东西。霍南霍北，快醒醒！还愣着干嘛？来人，把这个污蔑主母的罪人拿下！从我房中带走2个孩子的人是你，第一时间发现他们遇害的人也是你，你才是陷害霍南霍北的凶手。我不是！来人，上家法，打他几百棍便什么都招了。苏曼丽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苍天有眼，害人者偿命。这大白天的，哪来的闪电？住手！快看，霍北小姐醒了！苏曼丽，你说的没错，杀人得偿命，你完蛋了。孩子，你别怕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，1、5、1、10全说出来。是不是夫人推的你们，还溺死了弟弟？夫人把我们推到井里之前，就杀死了弟弟。说清楚些。他逼着弟弟吃了好多糕点，弟弟咽不下去，脸都青了。回禀将军，确实是有糕点的残渣。来人，把苏曼琳给我拿下！苏家大小姐苏曼琳本性恶毒，残害幼儿，不配当正妻。霍长风，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我是你的发妻，我身后这是偌大的相国府。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将军府，是霍家，不是你的相国府。肯定是苏启谦陷害我，那么大的孩子，不可能因为几块糕点就死了。要作威作福，滚回你的相国府去。罗白，背休书。不要，你休了我，我会沦为全京城的笑话。孩子，娘亲也算为你报仇了。
霍南没死。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将军府乃寸尺之地，容不下一个谋害幼儿的毒妇。坐视霍南之死，嫡姐将永无翻身之日。嫡姐是死的死所了，可孩子，我的儿子，嫡姐，让我看一眼孩子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就是我的孩子。人不是我杀的，不怪我，是他自己命薄。你少说两句吧。等等。霍南四肢肿胀，脸色发青，这是过敏症状。林姨娘，你好好想想，霍南对什么过敏？鸡蛋花，他对鸡蛋花过敏。苏姨娘、娘亲，你们怎么都看着我？将军，你看，霍南醒了。将军，孩子没死，这事与臣妾无关，您不能休我。将军明鉴，孩子不是我噎死的，是他自个儿摘了鸡蛋花，还想害到我身上。可你把孩子推入井中也是事实，要不是苏姨娘将孩子拉上来，他们就没命了。我没推。林姨娘，孩子不懂事就算了，你怎么还跟着一起起哄？人证就有2个，你还想抵赖？我就奇怪了，苏青青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把孩子带出去的人是你，把孩子救上来的人也是你。再说了，好端端的，你往井里放绳子做什么？我看啊，这都是苏姨娘做出来的一场戏，为的就是陷害夫人，污蔑嫡姐。妾身听说将军好这一口，特地在盛夏冰了几个西瓜，误打误撞救了孩子一命。再说了，如果我想害你，我就不会救霍南，好让你背上一个残害幼儿的罪名。青青，你救了霍南，这封休书就不能作数了，你可知道？知道。可我这一生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问心无愧。好一个只求问心无愧！皇上，皇上，处事不惊，不乱于心，无困于情，这才是正妻典范。长风，你娶了一个好女人。回陛下，家有青青，乃臣之福。谢陛下夸奖。陛下，臣妾是相国府千金，苏姨娘只是我家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姨娘生下的庶女罢了。你说你是相国府千金？回陛下，货真价实。一张口就是这些地地道道的鬼东西，相国府上下居然如此老旧呆板。陛下，自古嫡庶有别，臣妾只是想提醒陛下，别被某些心怀鬼胎的女人骗。嫡庶有别？你可知道，朕在登基之前也是庶子。你诋毁庶出，莫不是连朕都看不起？臣妾不敢，求皇上责罚。皇上，苏家绝无藐视皇上的想法。你很好，庶女的身份不该是你的绊脚石。来人，将墨宝拿过来，我要赐苏家2小姐人贤未得4个字。谢陛下。本想找长风喝酒赏月，现在看来，你还是先处理家务事吧。大将军治家，才能平天下。臣遵旨，恭送陛下。太好了，有了陛下的赐字，苏家上下都会高看2小姐几分。嫡姐被庶女压了一头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你，来人啊！夫人晕倒了。恭喜将军，夫人有喜了。当真？据老夫推测，夫人腹中孩儿已有足月。来人，赐10两白银。谢将军赏赐。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，咱们差点就成功了。苏曼丽怀孕是假的，她根本怀不上孩子。什么？2小姐，苏家嫡女不能生育是大事，您确定吗？上辈子的苏曼丽一事无子，今世怎么可能突然怀上？这里头有诈。不信且看，她瞒不了多久。可我不明白，她撒谎怀孕是为什么？难不成10月后随便抱一孩子冒充嫡子吗？不需要等到母月，她只需要走在我们跟前，轻轻摔一下。我们都得给这个孩子陪葬，那我们不成了冤大头吗？2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他想找冤大头，也得要我们上当。今儿就给嫡姐上一堂课，什么叫做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，2者皆不毒，最毒妇人心。苏姨娘来了，这叫什么来着？黄鼠狼给拜年，不安好心啊。黄姨娘，你嫡姐怀孕，你不去看她，跑我这来做什么？看到嫡姐怀孕，我便想起从小作为庶女度过的艰难时光。从小到大，无论是衣裳首饰，还吃喝赏玩，嫡姐有的我不一定有，可若连嫡姐都没有，我更加得不到。黄姨娘，您是嫡女，想必从没被如此对待过吧？
你告诉我这些不相干的事情做什么？只是感叹一下，咱们怎么没有林姨娘的运气，将孩子生在嫡子前头。庶长子可比庶世子好听太多了。我听说，不足3月的孕妇胎相不稳，被猫窜出来吓了一跳，孩子就没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下次再来找黄姨腔闲聊。天啊，这100遍女德我要唱到什么时候？谁让姨娘给夫人做了伪证？咱们得庆幸孩子还活着，不然不只有禁足罚抄那么简单了。需要帮忙吗？真的吗？苏姨娘你人太好了。张姨娘，您与嫡姐关系那么好，你又是为了她辈才禁足罚抄，她怎么没替你求情啊？兴许是姐姐怀上嫡子，顾不上我，孩子尚在腹中，嫡姐就忽视你至此，将来孩子生下来还得了？张姨娘，如果我是你，定不会让先前的努力白费。姨娘，纸废了。张姨娘，我就先走了。作为过来人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凡事多想想自己，再为别人。阿宝，我禁足那么长时间，姐姐当真没有过问我？当真没有。我知道了。我的祖宗哦，哪有孕妇吃如此生寒之物？怕什么？我又没有真的怀孕。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不管皇上是夸她贤良淑德，还是天真愚蠢，我保证这一招绝对拿捏苏姨娘，将她治得服服帖帖。这还差不多。她只有害死我的孩子，才能卖力替我生孩子。夫人神机妙算，一切只等明日中秋宴。都入局了，当心一些，别伤了孩子。谢谢将军。嫡姐，好好享受我为你精心准备的中秋宴。今儿是中秋夜、团圆夜，大家都随意一些吧。庶妹第一次参加霍府的中秋宴吧，可还习惯？一切安好，晴晴还未向嫡姐道喜。喜怀林子，都是一家人，讲这么见外的话做什么？快过来，坐到嫡姐身边。姐姐，这是我特地为你炖的坐胎汤，你快尝尝。我不。嫡姐，这是张姨娘的一番心意。难得见你们这么和谐和睦，我很欣慰。夫人，你快尝尝。青青是庶出。过去在苏家，便没有上主桌吃饭的资格，如今做妾，便更没有资格。青青不必妄自菲薄。既然妹妹不愿意坐到我身边，就由我亲自过去。哎呀！把他抓走！快把他抓走！来人，救夫人！宣大夫。是。苏姨娘，夫人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害她？我一直坐在这里，何来害人一说？这是南阳那边专门用来谋害子嗣的巫毒之物，我刚刚分明看见。你丢下这东西后，夫人就从楼上摔下去了。这不是我的东西。还有，大家都长了眼睛，能看见是猫扑到嫡姐身上，害她跌下楼。谁带来的猫？是妾身的猫。妾身想着中秋团圆，猫独自在房间里会寂寞，特地带出来作伴。还有张姨娘的汤，说不定那汤也有问题呢。荣庆为何只盯着我不放？放下！将军饶命啊！查，把这个房间全统查一遍。夫人的孩子没了。我的脸，我的孩子！嫡姐，自尝苦果的感觉不好受吧？把东西拿上来！发狂的猫，有毒的汤，不祥的福，
我竟不知道府里的女人是一帮毒妇。来人，把他们捉起来！将军饶命啊！我真不知道自己拿的是一张毒药方，都是阿宝，药方是阿宝给我的。我与姐姐关系那么好，怎么可能害她？将军，我的猫平日很听话的，谁知道今天怎么就发狂了？你为何不跪？妾身无错，不是我的东西，为什么要认？可这张符是从你身下找到的，说不定是嫡姐故意丢到我椅子底下，想要栽赃我。苏青青，这世上怎么会有母亲为了陷害别人，拿自己腹中孩儿的性命开玩笑？孩子，我可怜的孩子，咱们将军府的嫡子只活了1个月，就这么去了。将军，我求你替我们的孩儿做主啊！你们1个2个都不认罪，对吧？好，既然都不认罪，传令下去，现场涉案人员全部杖毙，3位姨娘处以抬杖之刑后赶出将军府。不要啊，将军，此事与我无关啊！没想到我这假孩子这么有力，一举消灭3个罪士。等等，俗话说抓贼认赃物，既然将军认为是我们害死嫡子，那孩子的死因是什么？他是被猫吓死的，被药毒死的，还是被诅咒而死的？总得有一个由头吧？是啊，我的汤又没有下砒霜，怎么可能一喝孩子就没了？我的猫平时可听话了，说不定是苏姨娘的符咒刺激到它，它才会当场发狂。大夫，孩子是怎么来的？这，我得再仔细检查检查才知道。慢着，你又要说什么？嫡姐出身名门，又是贵女，大夫无论身份如何都是男子，让大夫检查孕体并不妥当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我看啊，是苏姨娘想要掩盖罪责，故意拖延时间吧？是这样吗？非也，我只是突然想起，皇上身边有一位女太医，医术高明，正好住在将军府附近，由她来检查最让人放心。不要，这么点小事惊扰到皇上，不好吧？皇上那边我会亲自解释，事关子嗣他会理解的。来人，把大夫送走，请那女太医来。圣上已经得知此事，特派我来给苏夫人诊脉。辛苦太医。怎么办？假怀孕的事情瞒不住了。夫人，请伸出你的右手。太医，请。嫡姐，希望你没有撒谎，要不然就不是休书那么简单了。欺君之罪可是要杀头的。将军，我错了，我说谎了。其实孩子几天前就没了。怎么回事？刚成亲那会儿没来月事，已经确认怀孕了。结果或南或北出事的那一天，我晕倒小产，又怕将军失望，才说自己怀孕了。嫡姐，你真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打定主意要把这个莫须有的孩子栽赃到我头上。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，无论孩子是什么时候没的，这事都与你有关。太医，我听说诊脉可以看出女人怀没怀过，是否有这种说法？确有此事，无论是怀孕还是小产的女人，脉搏都与寻常人不同。请您看看嫡姐，她真的怀过吗？敢问夫人，是否时常月事不稳，动辄3、5个月不见红？不错，苏夫人没有怀过，也不曾小产，因为以她的孱弱的脉象显示，她根本不可能怀孕。姐姐不育，天啊，这是我能听的东西吗？不对啊，她不能怀，又怎么小产？既然没有孩子，又何来害人这一说？嫡姐，你为了铲除我们，谋划了好大的一出戏，竟然连将军也算计进去了。这些是霍将军的家事，臣不便留在此，先行告退了。跪下。苏曼丽，你为了争宠，把霍家搅和的家宅不宁，还闹到了皇上面前，你可满意？将军，虽然孩子是假的，但是他们想害我的心是真的。他往我的汤里下药，他把猫带到我面前，还有他。将军，
我认为巫毒之物并非苏姨娘所做。如素，连你也替他们说话。如素只看事实，不看人。张姨娘和黄姨娘所做确有此事，无从辩驳。反观苏姨娘，没有人亲眼看见巫毒之物是从她身上掉下来。可除了她，谁会这么恨我家主子？这也只是夫人的一面之词。我只看见苏姨娘喜欢孩童，保护他们的样子。不要惩罚苏姨娘，苏姨娘是无辜的。楠楠，贝贝，谢谢你，林姨娘。传令下去，黄姨娘、张姨娘擅妒，犯了女子七出之罪，送往真女堂潜心修炼半年。苏曼丽心机深沉，人品低劣，即日起罢夺管家权力，将军府一切事务交由平妻小苏夫人代管。平妻？你让一个庶女与我平起平坐，有何不可？青青本性善良，又有陛下赐予贤良淑德4字金言，比起你有过之而不及。反观你，除了有相国府嫡女的身份，还有什么？这又如何？她生来就是奴隶，这天底下只有奴隶伺候主子，哪有主子听奴隶吩咐？过去山峦成风，如今一马平川，你不会永远高高在上，而我蝼蚁也能撬动巨石。好好好，苏青青，你一招借刀杀人就把将军府清干净了，果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夫人生病胡言乱语，把她关回房间里闭门思过。苏青青，你给我等着！吓坏了吗？我只是在后怕。怕？嫡姐不能生育，她把我带进将军府是真的为我好，还是看上了我的肚子？将军还是不要留宿在我这儿了。这里是将军府，不是他的相国府，哪轮得到他一手遮天，强抢幼儿？已经不怕嫡姐要走孩子，总归那是将军的后代。无论生母是谁，只要有将军的庇护，孩子都能顺利长大。可我一想到嫡姐推或南或北下井的样子，我就觉得害怕。如果她这样对待我的孩子，奴婢生的孩子就是难管教。你别怕，只要有我在，必能保你与你孩子一世无忧。将军怎么不叫我？我现在服侍您穿衣戴冠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昨天折腾了一夜，而且接下来有你忙活的时候。什么？我已经通知相国府，这次回门宴将由我陪你回去。回门宴只有正妻才有资格由夫君陪同，青青只是平妻，这不合规矩。我心已决，青青只需遵命即可。我还听说你的生母华姨娘一病数年，或许看到你与夫君回门的模样，身体也会好一些。谢将军。谢夫君。霍长风疯了吗？居然陪一个妾回门，这人还是我的庶女，相国府的人该如何贬低我？相国府夫人那边带来口信，母亲，她说什么？她说您没用。苏青青，你开心不了多长时间，因为我要你在回门宴里流下血与泪。你疯了吗？这是将军赏赐给小苏夫人，让她在回门宴穿的华服。对不起，夫人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抬起头来。我和你们拼了！凭你也配合将军夫人抢男人，不自量力，把他埋了。我该回去服侍夫人了。明月姐姐慢走。夫人你还好吗？您的衣服脏了，刚好奴婢是换衣房的，不如将衣服交由奴婢清洗。她明明是嫡姐身边的陪嫁大丫鬟，却自称自己是换衣房的人。我倒要看看他们又在谋划什么。那就辛苦你了。夫人言重了，这是奴婢应该做的。东西拿到了吗？去，把这件做过手脚的衣服还给苏青青那个贱人。我要看她在回门宴里衣不遮体，颜面尽失。是，二小姐，
是时候出发了。苏夫人，这是将军赏赐给你回门的衣服，奴婢紧赶慢赶，终于洗干净了。奴婢自知罪过，请夫人允许奴婢替你更衣。行，谢夫人。霍将军，青青，嫡母好，爹爹好。姨娘在何处？你姨娘身子不好，回门宴这么喜庆的事情，让一个病秧子出门迎客，多不合适啊！可她毕竟是我的生母，将军，我可以先去看我娘吗？青青的生母便是我的岳母，走，我们一起去。一个借肚留种的平妻，显摆什么？居然连我们都不放在眼里！娘亲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是将军对你不好吗？将军也来了，今天是我的回门宴，嫡母没跟你说吗？自从你出嫁后，我的身体越发差劲，他们都不愿意靠近这里，说是晦气。怎么会如此？青青别担心，姨娘只是蓄怯劳损，多服用人参缓解即可。谢将军。青青既然嫁给我，便是我的家人，有关她的事情，我都理应多照看一些。娘亲，你放心吧，将军对我很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天黑你又要走了，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。这事好办，日后只要青青想家了，我都陪她回来。真的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承蒙将军厚爱，青青在你的庇护下活得很好，我也放心多了。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去给姨娘拿药。表哥，怎么是你？听说你今天回门，特地过来看看。承蒙表哥厚爱，千青还得给姨娘送药，就先走了，日后再与表哥闲谈。表哥自重，我已经嫁给霍将军，是将军的妾室。可你本该是我的妻子。你觉得我家青青如何？自然是好的。那只是姨娘随口的一句闲话，做不得真。可我当真了。那是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从厨房传过来的。我过去看看。表哥，你疯了！我是霍将军的人。比起巡视财官，我不比霍长风那个武叉，凭什么就不能拥有你？将军，您别误会，这对表兄妹的关系好，先前差点定亲，成为一家人，自然得躲起来，单独叙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叙旧，连衣服都脱了。将军明鉴，是他想要侮辱我，冒犯将军的威名。千青，你怎么能胡说八道？明明是你想念我，专门将我约到这里。将军，我有证据，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，我也有一个。原来你被苏曼丽收买，想要置我于死地。你可是我表哥啊！原来不是叙旧，是幽会，居然连定情信物都随时带着。青青，不是嫡母不帮你，而是人赃并获，捉奸拿双，嫡母也无能为力。苏青青，这就是你回报我的方式。将军，青青不认识这个玉佩。这件衣服先前由浣衣房丫鬟明智经手，是他偷偷将玉佩藏在衣服里，想要陷害我。把丫鬟带上来。将军，奴婢从来没见过什么玉佩，奴婢不知道啊。青青，人贵在敢做敢当，推卸给一个小婢女算什么本事？你们一个两个戏演得太拙劣了。进去！霍将军，我与表妹两情相悦，求将军成全。两情相悦，
我和你一无婚约，二无情义，何来两情相悦这么一说？怎么没有情义？这块玉佩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你再仔细看看，这是同一块玉佩吗？它们能合在一起吗？这怎么不是同一块玉佩？明明对不上，那就对了。因为这是我从路边花20两买来的玉佩，无论是价格还是品相，都与你手里那块天差地别。把玉佩拿上来。确实是不是同一块？柯表哥连玉佩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直到2块玉佩合不上，才发现我戴的不是同一块。相国夫人，您说除了有心之人偷偷将玉佩放到我身上，教唆他陷害我，还有其他可能吗？不，诬陷清白之人，判处割舌之刑。共出同伙，饶你不死。明月姐姐，快救我！别割我舌头，玉佩是明月放的，我只是照她说的话去做，这事儿与我无关。相国夫人，明月，真的是你做的吗？我知道你一直想做将军的姨娘，可你怎么能陷害青青？别忘了，你的家人还在我手上。是我嫉妒二小姐，想要取而代之，才设计了这一切。我不信，女为悦己者容，你一个婢女好不容易见到将军，却连口纸都没吐。你说你想当姨娘，谁信？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没有人。明月铸成大错，愿意以死谢罪。保护夫人，将尸体和这个满口谎言的男人拉去关在一起。将军，我错了，你别把我跟尸体关在一起。将军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这一天终于到了，孩子，娘亲替你报仇了。明月，明月，苏青青是妖孽吧？咱们谋算那么多，不仅伤不到她分毫，还赔了一个得力丫鬟。夫人莫心烦，好戏还在后头。你的意思是，夫人与相国夫人母女情深，她怎么舍得让你吃亏？你们在外面等着，无论发生了什么动静，都不能进来。是。夫人，外头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如此喧哗？还有青青替我拿药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你的女儿和她表哥在厨房厮混，被将军逮个正着，恐怕是回不来了。怎么可能？青青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，我去找将军说清楚。有什么不可能？你是爬床的姨娘，子从母德，她会做出这种事情最正常不过了。华姨娘，如果我是你，绝不会在这个节点出现在将军面前，提醒他你们母女俩卑贱的身份。那我怎么办？我要如何才能救得了青青？以死明志。不好了，华姨娘自杀了！娘亲，娘亲，不要跟女儿开玩笑，我害怕。华姨娘待在房间里，消息不灵通，应该是误会你与柯表哥有奸情，以死明志了。娘亲，我们不是说好，等你身体好了后，带你出去玩，看遍山海吗？你怎么就走了？将军，劳烦先出去一下，容我与青青说几句体己话。苏青青，你姨娘之所以会死，都是因为你顽固不化，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是你害死了姨娘。不错，我是相国府大夫人，皇宫我住过，皇后我也相处过。我想要敲打一个人，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将他治得服服帖帖。华姨娘是，你也是，你就是为了教训我才杀死的姨娘，这可是一条人命啊！你说错了，无论是你、华姨娘还是明月，都只是畜生，算什么人命？你们生来就是给嫡系垫脚，替我们顾好荣华富贵。回到将军府后，
好好辅佐你的嫡姐，不然下次就不是一条人命那么简单了。原来前后2辈子，我都恨错了人。我要恨的，不是事事压我一头的嫡姐，而是这座吃人不吐骨头的相国府，是这个愚昧的嫡庶制度。青青，娘亲，青青，你终于醒了。下那么大雨，你怎么连伞都不打？腹中孩儿都不舒服，闹脾气了。腹中孩儿，夫人，太医说你有身孕了。将军，如今是何月何日？10月初8。怎么，高兴的连日子都忘了？是我的儿子，他又回来了。这辈子娘亲一定不会让嫡姐把你抢走，绝对不会。都当娘亲了，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，哭的鼻涕都出来了？哪有鼻涕？妾身这是喜极而泣。如果娘亲生前能知道我怀孕的消息，该有多好。我倒觉得是已故的华姨娘化身送子观音，将这个孩子带给了我。将军，如今我月份大了，很多细琐的内宅杂事都顾不上，不如将管家权还给嫡姐吧。确实，养好身体最要紧。来人，账本送到苏曼丽的房间里。青青好好休息，晚点我再来看你。夫人，我不懂了，为什么我们要把管家权还回来？9个月了，我依旧忘不掉娘娘自杀的苦楚。如今正是反击的时候，可夫人就不怕那女人往你饭菜里下毒吗？她不敢的。这个孩子可是她最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再说了，我刚把管家权还回去就食物中毒，你说将军只会怀疑谁？这样说来，那毒妇不仅要照顾你，还要确保你不会在她管家期间出事，果真一劳永逸。也不知道嫡姐收到我这份大礼，心情又当如何？夫人，这是要送到小苏夫人房间里的蟹粉糕。这个苏青青，别以为我不知道她想做什么，不就是引诱我出手吗？我才不中招。夫人息怒，那小贱人的孩子就快生了，咱们再也不必忍辱负重了。这9个月来，我看着苏青青这个贱人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还成宿的霸占将军。现在府邸上下谁还把我当大夫人看？全都紧着那个带种的小贱人。如今是我们手握掌家权，想做什么，买通什么人，也更方便了。母亲交好的人中，是否有钦天监的官员？自然是有的。如今是我掌家，家里注定出不了乱子，却管不了天上的事情。夫人有何打算？不急，离那小贱人卸货的日子还长，适合慢慢从长计议。不好了，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服侍我这么久了，连明月的一星半点都比不上。夫人恕罪。说吧，什么事不好了？小苏夫人好像发动了，太医都过去了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不是你让我稳重的吗？只是胎动，并非分娩提前，请不要太担心。那就好。孩子呢？孩子！嫡姐，孩子还没生呢，你这么着急做什么？家中子嗣出生是大事，我这个当家主母可不得亲自守在这里。嫡姐有心了，青青腹中的嫡子活泼好动的劲儿，与将军小时候一模一样，等不到出生就开始闹了。夫人怀中的贵子，迟早要接替将军府的爵位，在战场冲锋杀敌，如今活泼点是好事。一个平妻生的儿子，算什么贵子？苏夫人，那我先走了，谢大夫。你什么眼神啊？我才是苏夫人。苏曼离，再撒泼就给我滚回去禁足。将军。
青青与你平起平坐，她既是苏夫人，也是将军府未来嫡子的生母。好一个平起平坐！苏青青，你可真会落井下石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得意多久。将军，我怕姐姐做傻事，你哄一哄她吧。我很快回来。夫人，别的女人怀孕只会对妾室避之不尽，你怎么反其道而行之，故意刺激大小姐啊？急事急办只会忙中出错，你且安心等着，苏曼琳迟早犯下大错。道士，便是这里了。那便在这里开坛做法吧。苏曼丽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将军，这是白云观的道士，很灵的，我请他过来，替即将出生的嫡子求一个好兆头。歪门邪道，快把他赶走！我能感觉到将军府即将有一颗紫微星诞生。天啊，将军，青青怀的是紫微星降世。夫人，今儿太阳从西边起了，大小姐居然夸你了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走，去看看。道士，这便是我们将军府的紫毒星了。不对劲，不对劲！有何不对？府中有一个极硬的八字正克着这个孩子，只要他在，紫微星只会灾祸连连，难以出世。天啊，这个八字是谁？有何特征吗？具体不详，但该八字城府极深又心狠手辣，为了向上爬，往往不择手段。向上爬，青青，如果我记得没错，你刚开始只是个姨娘，如今却成了平妻，莫非？李姐的意思是，我便是这个极硬的八字。除了小苏夫人，奴婢想不出还有谁更符合道士的描述。你，可我怎么觉得李姐自出生起便是相国府小姐，即使绝嗣也坐稳了将军夫人的位置，还有谋害孩子的先例，比我八字更硬。够了，青青，你从今日起，你就待在房间里，安心等孩子出生。笑什么？你也是，照顾好青青，非紧要事不要在孩子面前晃悠。是。道长，我送你出去。青青，好好养胎，等你好消息。谢嫡姐关心。桃红，我们走。这道士绝对是大小姐找来的戏子，可他为什么不直接指认夫人，还绕那么大一个圈子？将军不傻，直接针对我，戏就太拙劣了。小苏夫人，这是苏夫人让我们送来的补品。大猪头、乌鸡汤、燕窝，都是好东西啊！苏夫人对这胎非常重视，特地拨款下来，让小厨房好生照顾孕妇。放着吧。大小姐不会是要毒死你，成全你八字极硬的名声吧？不会。她想把孩子养得又肥又大，好让我难产而死。有八字极硬的说法，将军就不会怀疑到她身上了。这个诡计多端的毒妇，本想藏久一点，如今不得不拿出来了。桃红，是。明月，好久不见。小苏夫人，明月，你可知道是我救了你？如果没有我，等待你的将是血流而亡，含冤而死。小苏夫人的恩情，奴婢不敢忘。如今便是你报恩夫人的时候。你是大小姐的贴身婢女，偷一件衣服不难吧？奴婢不仅知道大小姐的衣服都放在何处，也十分清楚她的穿衣习惯，哪天该穿什么，不该穿什么，奴婢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很好，去吧，别被人发现。是。我们的计划真的没问题吗？我怎么感觉那么玄乎？如果我记得没错，过段时间就是那几日了。暴风骤雨最适合杀人。将军，暴雨摧毁大半民宅，
无数百姓无家可归，聚集在城门附近，还有不少流民闹着要进城，手里都抱着孩子。陛下怎么说？陛下的意思是安抚为主，等暴雨期结束后另做打算。我有一个好主意。你都快足月了，怎么还到处乱走？见不得将军愁眉苦脸，想替你分担一些。小苏夫人有什么好办法？不如由我和嫡姐一起去城门布棚施粥，安抚民心，顺便给肚子里的孩子积福。布棚施粥，将军，这是个好主意啊！不可，城门人多眼杂，施粥工作繁琐，万一你与孩子出了什么事，我该如何是好？流民虽多，将军府的护卫却不是吃素的，况且施粥而已，能有多繁琐？是啊，将军，难得夫人有此等忧国忧民的好品性，应该多鼓励支持才是啊。再说了，由将军府夫人亲自出面施粥，方能安抚百姓的心。你真的没问题吗？当然，再说了，还有嫡姐陪着我呢，能出什么事儿？烦死了，那么大雨，没事出来施什么粥？把东西放在那里吧。这位是将军府小苏夫人，今天亲自过来给大家施粥。好，小苏夫人真好，人美心善。装模作样，哼，别急，人人有份。这儿地滑，别摔倒了。夫人要什么我去拿。好。地滑，如今腹中胎儿已足月，只要轻轻推他一下，就能害他难产，去母留子。夫人，姐姐，你为什么推我？你胡说，不是我推的你！不是你推的，你张着一双爪子，鬼鬼祟祟躲在后面做什么？我，姐姐，你恨我可以，但孩子是无辜的，我求你放过他。这个苏夫人也太狠心了，连未出生的孩子都不放过。是啊，小苏夫人多好的人啊，大着肚子还给我们施粥，不像她站在旁边什么都不做。你们少给我胡说八道，再编造事实，我便让将军把你们通通关大牢里。咱们都看着呢，你还能抵赖不成？将军夫人就能以权压人吗？刁民贱人！姐姐，你说你没动过害我的心思，那你敢发誓吗？我苏曼如对天发誓，若有半句谎言，天打雷劈！老天爷信你不求大富大贵，但求恶有恶报。救命啊！夫人，您要的衣服，每逢烟雨天气，大小姐必会穿鲜红，无一例外。做得不错，你是绣娘出身，手艺应当不错吧？把这些铁丝缝进衣服里。是。夫人，来人啊！夫人被雷劈了！你往我身上泼丧水！就你泼丧水我都嫌浪费，得吐口水。居然想推小苏夫人害她流产，心机真重，活该被雷劈。桃红，去通知将军，我快生了。夫人，我走了，你怎么办啊？这附近有一个医馆，我夫人还是稳魄，可以替小苏夫人接生。用力啊，小苏夫人！夫人，我去通知将军过来。不必，我来了。将军，产房血腥，出去等吧。无妨，青青，我会一直在这里，你便放心生产吧。青青，夫人，青青，糟了，小苏夫人没有力气了，参汤呢？拿参汤过来。将军，如果小苏夫人再生不下来，可能就得考虑看是要保大还是保小了。保大，孩子还能再生。青青只有一个。娘亲，娘亲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你不要我了吗？孩子，怎么会？娘亲重活一世就是为了你。生了，母子平安。这就是我的孩子吗？原来他长这样，真可爱。青青辛苦了。停了！这孩子的八字真好，他刚出生，接连下了半个月的暴雨就停了。他果然是将军府的紫微星。孩子，以后将军府就靠你了。就替我做主啊！现在全城的人都在讨论我被雷劈的事情。苏曼丽，我不来找你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
妾身不知将军何意。要不是你心狠手辣，推倒青青，她何必在外头生产，受了那么大罪？妾身没有推他，没有什么没有。那你敢对天再发一次誓吗？陶红，不得无礼。他如此心狠手辣，心机阴沉，层天都看不过去，我还不能说两句吗？我看啊，道士说的八字极硬的人就是你吧？你一个小婢女，竟敢编排主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陶红说的没错，不该受罚。我在家中9月一直相安无事，一和姐姐出去就难产将死。当初道士说的话，或许有几分道理。什么狗屁道士，他说的都是假的。那个道士可是你亲自找的，难道你连自己的人都信不过？我总不能说那个道士是我为了去母留子特地找来的。等等，我知道了，是你，苏姐姐，是你陷害我。嫡姐，道士是你找的，八字之说也是你传开的，誓言是你说的，被雷劈的人也是你，怎么又算到我头上了？这天底下哪有什么鬼神，一定是你在我衣服上做手脚，我才会被雷劈。求将军过目，瞧瞧这衣服有什么问题。苏曼丽，你闹够了没？将军，就算青青要陷害你，也得提前知道你今日穿什么吧。他又没有未至先知的能力，又如何在你衣服里动手脚？可是，够了！苏曼丽善妒无子，七出之犯在了2宗，自此遣回相国府，再不往来。平息苏青青拼死诞下嫡子，品行高洁端庄大方，扶正为正妻。你要休我，我可是相国府的嫡女。将军府地方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八字硬的大佛。来人，送客。夫人，你还好吗？将军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是你，苏夫人。我同嫡姐说2句话。是。苏青青，早知你有这种本事，当初我说什么都不会让你嫁进来。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？苏曼丽，这辈子是我赢了。什么这辈子下辈子的？没错，我是被休了，可我还是相国府的大小姐，只要我想，随时可以让你痛不欲生。那你最好快点，别还什么都来不及做，相国府就没了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庶女要对抗偌大的相国府，就他这个疯子！孩子，前后2辈子，娘亲终于护住你了。夫人，你怎么每次看到孩子都要哭啊？陶红，你不懂，这一天对我有多么来之不易。陶红没生过孩子，确实不懂，但我知道，夫人既有宠爱又有嫡子，是最幸福的女人。但愿这幸福能一直如此。陶红，如今是何月何日？10月初8。怎么了？10月初8。我记得上辈子的今天，将军他……夫人不好了！将军接到战事捷报，要出发前往战场了。你说什么？将军！你怎么出来了？今儿风大，听话，快进去吧。如果青青不来，将军打算就这么静悄悄地走了？我是将军，自然得上阵杀敌，更何况金国只是个小国，用不了几天就凯旋而归。即使只需3、5天，妾身也不舍得。上辈子的今天，我等到香消意都没等到你回来。将军，刀剑无眼，务必小心再小心。等我好消息。将军，你真的不打算告诉夫人，此战艰险，我们这一大帮人都有可能有去无回？不必，她刚刚生产，正是脆弱的时候，我怎么忍心告诉真相？陶红，把消息带回相国府，就说将军此程艰险，有去无回。啊，是。还不快去！夫人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
将军此程真的凶多吉少了。先做好最糟糕的打算吧。这消息准确吗？千真万确，将军连棺材都备了，不会有假。苏青青啊，苏青青，枉你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刚扶正成夫人，转眼又成了寡妇。庶女就是庶女，即使不择手段当上了正妻，也没有这个福气享用，还连累的男人一同丧了命。母亲，我在将军府里受了罪，还被休回家，成了满城的笑话。母亲可得替我做主啊！我就你这么一个亲生女儿，不替你做主，还紧着谁去？如今将军府无人坚守，沦为空壳，正是教训苏晴晴这个贱人的好时候。不急，再过几日才是将军府中最艰难的时候，届时我们再去补刀。我就不信了，她一个人微言轻的庶女，还能守住偌大的将军府不成？不愧是母亲，我要把苏晴晴和她的孩子捉来，做成人质摆在床头。我帮你捡。这不是库房里的藏品吗？你要拿它到哪里？你是贼！夫人，他偷东西。随他去吧。将军上阵杀敌，咱们也不能闲着，干脆给将军府轻轻毒瘤。咱们将军府里还有毒瘤？当然，从现在开始，凡是偷窃、逃跑、玩忽职守的奴仆，一律记录在册，暂缓处置。一切等将军回来后处理。假如将军回不来了，怎么办啊？没有假如，只要有我在，这个将军府倒不了。是。苏夫人，将军离府数日，府中一切大小事务交给夫人处理。你们有问题，现在提出来吧。夫人，将军府不是小门小户，需要处理的事务不是一个姨娘教养的庶女能处理的。王总管的意思是，我这个将军夫人还管不了你们了？非也，奴才只是担心夫人没见过世面，管教不成反而成了笑话。那你知道庶女会如何处理不服管教的刺头吗？来人，拔掉他的舌头，以儆效尤。你敢？我可是将军府的大总管。我还是将军夫人，还不快动手！我服侍将军多年，结果将军前脚刚走，你后脚处理他的亲信。苏夫人这样管理内宅，岂不是寒了将军府上下的心？我不处理你，才是真正的寒心。王总管坚守自盗，光是近2天就昧掉了1500两，你说我该不该处理你？苏夫人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！我虽然是庶女，却也明白一个道理：无规矩不成方圆。不管是总管还是小小杂役，凡破坏规矩者，按罪处罚，绝不姑息。这就是下场。遵命，苏夫人。如何？把将军战死的消息放出去后，将军府上下都乱成一团了吧？昨儿确实有不少奴仆被发卖了，那府中岂不是没人了？别到时候将军回来，家都没了。她一个姨娘管教的庶女，无论是管家手段还是学识，都撑不起台面，有这样的下场也是活该。可剩下的人，都以苏夫人马首是瞻，不敢二心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小姐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没想到那小贱人还有点本事，竟然懂得杀鸡儆猴的道理。可这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。娘亲，现在全府上下都是他的人，只会显得我这个先夫人无能，连人心都笼络不到。不急，等过段时子，战况再糟糕一些的时候，娘亲带你去亲自会会他。谢娘亲。届时我要在将军府的下人面前狠狠甩他2个巴掌，将他彻底踩入尘埃。原定5天拿下金国，如今已经7天了，竟连1半城池都没拿下，粮食还够吗？大约还有3天的分量。将军，您先看看这个。这是青青的嫁妆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城中当铺送来的，说是一个婢女拿掺子换钱，老板不敢收，所以特地遣人送还将军。家中竟然出了如此刁奴，夫人这段时间应当很不好过吧？青青有难，我得赶紧回去。传令下去，今晚拿下金国，失败
便全员以死谢罪。是。夫人，第7日了，将军有消息了吗？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有我在这里，将军府散不了，你们只管安心干活便是了。是。什么声音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相国夫人带着先夫人跑到将军府门口砸东西了。走去看看。砸，都给我砸，砸得越碎越好。嫡姐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？我特地回来归还将军退回的嫁妆，免得和你一样沾上死人味。苏青青，你竟敢打我！我为什么不敢？我是将军夫人，正儿八经的诰命夫人。你口口声声的死人是我丈夫，今天我不仅要打你，还要杀了你！救命啊！苏青青，你疯了！住手！相国夫人，造反，全都乱套了！你一个庶女，竟敢对我儿动手！承蒙夫人18年来不管不顾的厚爱，如今我是将军夫人，不是任你宰割的庶女。他在将军府门口撒泼，我就有资格教训他。什么将军夫人？将军都没了，你这个夫人有什么用？将军没了，那夫人和孩子怎么办啊？相国夫人这是从哪儿听来的谗言？先不说前线消息还在路上，退一万步说，就算将军出师未捷，那也是为国死，为国亡。你们在战士遗孀面前斗的，成何体统？要不怎么说庶女上不了台面，见识竟然如此短浅。今儿就由我教导你，将军战败为一罪，丢失城池罪加一等。等前线消息传回城，有且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剥夺爵位，流放族人。所以呢，向我儿磕头认错，或许相国府还能大发慈悲，容你一条贱命在人间。相国夫人好大的口气。除了相国府，你一对孤儿寡母还有什么活路？磕头认错后回来当粗活丫鬟吧，让大小姐赏你一口饭吃。相国府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有什么好留恋的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的父亲是相国侯，旁人想进相国府当差比登天还难。旁人是旁人，我是我。从你害死姨娘的那天起，我便认清了相府什么都不是。你们这些所谓的嫡，吸着庞氏的血，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，是因你们知道一旦没有我们，你们不得不暴露自己是草包的事实。反了天了！夫人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来人，把将军府的大门砸了，我看还能得意多久？有我在这里，谁敢碰将军府一针一毫？陶红，啰嗦，谁敢还手，就是跟我相国府作对，把那贱人的模样毁了，带到我面前磕头认错者，重重有赏。住手！将军，将军，我差点以为我见不到你了。我回来了，你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疼吗？见到将军后，好像所有的痛苦也一并消散了。怎么回事？荣庆不是说将军战死疆场，连棺材都定好了吗？这是回魂了。如果他没死，就还是手执兵权的将军。我们不仅打了他的夫人，还在他的府邸门口砸东西闹事，娘亲这该怎么办啊？相国夫人，你这是何意？都是误会。我听说将军战死疆场，怕青衣年纪轻轻守活寡，特地过来接他回家。谁知道这孩子叛逆得很，不仅不同意回家，还贬低相国府。我这一生气就变成这样了。相国夫人和相国公果然是绝配，一样的伶牙俐齿，谗言佞语。霍长风，我母亲好歹是你的岳母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的岳母只有已故华姨娘，干相国夫人什么事？一家子越俎代庖的东西，我和你们无话可说，我们走。相国夫人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愿夫人解答。战况消息是保密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
此次战事来势汹汹，又事关13座城池，陛下亲自下令封锁所有的消息。相国公夫人乃内宅妇人，又是如何得知千里之外的战况？我自有自己的渠道。我思来想去，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相国公忤逆陛下之言，将战况传出去。此事与相国公无关，都是我一己之欲所为，求将军高抬贵手。娘亲，你干什么？快起来！欺君之罪，连坐9族，我们赌不起呀！求将军高抬贵手。将军，无论相国夫人是如何收到消息，她在听说将军战死的流言后，第一时间就是来将军府闹事，这是对将军的大不敬。我说的难听一些，难道不是相国公贪图将军的兵权，放任府中之人前来闹事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之间的破事与相国公有什么关系？大胆！我夫人岂是你能指手画脚的对象？给他2个巴掌，让他长长记性。大小姐，对不住了。我真是没脸活在这世上了，让我去死！不，你不能死，你要好好活着，亲眼看着相国府起，看着相国府塌。我们进去吧。我们都完了。住手！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就在刚刚，圣上剥夺了相国公的爵位，相国府上下都被贬为庶人了，这是圣旨。我爹呢？让我爹出来！哼，相国公涉嫌泄露战事密报，已经被关进慎刑司里严加拷问。你们有闲工夫关心他，不如多收拾2件保暖的衣服，流放宁姑底的路，冷得很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娘亲，我再也不是相国府大小姐了吗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一门心思想同苏青青斗，我们怎么会落入如今境地？相国夫人，这是将军夫人给你的信。将军战死的消息是苏青青放出来的，她就是故意诱我们上门，犯下滔天的大错。娘亲，你别死，你死了我怎么办啊？庶人苏曼玲，是时候上路了，走吧。夫人，我已经按你的吩咐，将写有真相的信件交给相国夫人了。她看完后当场暴毙而亡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苏曼丽那女人应得的，活该。一个绝嗣的女人，身边还没有家人护着，这一路上不知道得遭多少活罪。陶红，派人保护苏曼丽，让她安全抵达宁古土吧。为什么？她3番4次陷害你，还要抢你的孩子，你还对她那么好？我太了解我这嫡姐，对她来说，最重要的东西无非就是财富地位。如今被贬为庶人，已经是极重的惩罚了。够了。青青说的是，古人言物极必反，就算是苏曼丽那个草包，逼得哄了也是会跳墙的。将军，你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？这是你不在的这段时间犯错奴仆的名字，等待将军发落。我九死一生拼死回来，你确定要现在跟我谈内宅琐事吗？将军，如今天色尚早，奴婢把灯灭了，就不早了。你这丫鬟真机灵，就像你一样。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，你把将军府管理得很好。这不算夸奖，前清宁愿将军多在家待着，少传些战死疆场的传言，吓人。我听夫人的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安置吧。